这里就是宫古岛，琉球群岛中的一颗蓝色明珠。我这次的冲绳之旅，其实最主要的是想来这个宫古岛。宫古岛周边的海水是一种特别的蓝色，俗称宫古蓝。尤其是每年7、8月的时候，这里的海水特别漂亮。这次来冲绳，先在冲绳本岛上玩了3天，然后就飞往了宫古岛。跟着我来一次宫古岛的3天2晚之旅。这里是冲绳的那霸机场，今天要坐飞机从这里去宫古岛。冲绳自古以来被中国称为琉球，也是琉球群岛的本岛。今天要坐飞机去琉球群岛的一个小岛宫古岛。冲绳飞往宫古岛的往返机票含行李才500多，所以不少人来冲绳也会去宫古岛。小小的冲绳这个机场人还蛮多的，一早全日空在这儿呢。这次乘坐的是全日空，真的没想到往返机票这么便宜。从这里直机结束去安检，直机结束去安检。日本国内航线的安检非常简单，可以带饮料，所以不用提前把饮料扔掉。冲绳的机场游客还蛮多的，不愧是日本3大旅游地之一。36A。宫古岛的海滩被评为日本的最美海滩，所以去宫古岛的游客还是蛮多的。本来还想选个靠窗的座位，竟然满座了。登机了。不到1个小时就来到了宫古岛。绕机场。宫古岛只有100多平方公里，竟然有2个机场。一般宫古岛的酒店都有免费的接送服务，但我之前竟然忽略了这个信息。好在机场也有公交车，就坐公交去酒店吧。一般这个岛上的酒店都有免费接送，但是我好像错过了，就坐公交过去吧。不过这个岛上的公交车班次都不多，所以去哪里一定要查好公交班次表。如果打车的话，也可以用国外的滴滴打车软件。公交10几分钟就到了。其实机场到市中心没多远，街角有个全家还不错，起码吃饭不发愁了。订的酒店就在所谓的市中心，应该就是这个黄色的，就是这家了。选择这个位置就是为了去哪里都方便些。Central 宫古岛中央度假酒店。宫古岛的住宿选择还比较多，除了高档的度假酒店，也有青旅和便宜的旅馆。我选了一家性价比算不错的中档的酒店，主要是位置方便。来 check in。Yeah。这个酒店还不错，竟然可以提前入住了。水壶自己拿。5楼。来参观一下房间。507。房间。大床房。不大。400块钱一晚，去宫古岛的住宿比冲绳岛要贵。这么一个小房间，1晚400。窗外。下午有点时间，不想耽误，准备坐车去沙山海滩。宫古岛上的很多公交车班次都很少，所以坐公交车的人很少。车就我一个人，专车。我还特意直接坐到了终点站，路上看了一下沿途风光。这是去往池间岛上的大桥，大桥两边的海水非常漂亮。不过没有在岛上停留，没有下车，直接往回坐了。一去一回，公交车票40多，也算是车游了一下池间大桥。不过沿途除了看到漂亮的海水，整个感觉就像是在乡下。大部分都是农田，
去沙山海滩，在这个站下车。沙山，我坐公交都是用谷歌地图导航，发车的时间、线路、票价都很清楚。冲绳宫古岛，沙山海滩。看来这个宫古岛还是自驾为主啊，它的公共交通远没有冲绳岛方便。有公交，但是公交都在主路上，你要去到海滩的一些好看的地方，都要走将近10几分钟都算短的吧，都得20-30分钟至少。这个地方有个停车场，车只能开到这里。这个离沙山海滩有个停车场，从这里开始只能徒步，不能开车了。我们叫沙山浴场的，要爬过一座小沙山。哇，一下就可以看到大海了。来宫古岛的第一站来到这里，是因为这里可以看日落，而且下午去其他地方景点时间上也不是最佳。很近，这离停车场200米。从沙山通向大海的这条沙山小路还挺有特点的，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。再往下，你看，这叫沙山，这个山上都是洁白的细沙子。这边到了，这条小路差不多走了5分多钟，前面就到海滩了。在这儿游泳的。第一眼看到这个沙滩，感觉还是挺漂亮的。前面就到了。这个跟象鼻山一样。这地方很小。这的特色是有一个像象鼻山的岩洞。这地方就适合过来游泳，你看看。不过为了安全，石洞下面被封起来了。这一大洞都是象。这个时间点有点逆光，所以这个时候拍大海的颜色不是最漂亮的。能看日落吗？环顾一下四周，我个人感觉这个地方还是适合上午来，下午逆光。沙滩后面的沙山有一些悬崖石洞，到前面去走一走。有些洞穴。这个洞里还是蛮凉快的。从洞口往外拍照总是很漂亮。这上面也湿的饭。这个就是沙山海滩。这海滩很小啊，但是这里面有几块那种像大象一样的石头、礁石，所以让这个海滩显得比较特别。从空中看一看这个沙山海滩，这个海滩主要是以这个象鼻岩和日落闻名，海水的颜色并不惊艳。
这个地方离我住的所谓市中心大概5-6公里，虽然有公交，但是下了公交还要在烈日下走1公里多。如果打车的话，大概是80元左右。这里适合游泳、浮潜和看日落。从空中看，这一片海水主要是绿色，岸边都是绿色的植被。如果在这里看日落，是赶不上公交车的末班车的。我肯定是要等到日落的，没有车就准备尝试滴滴打车了。反正离酒店只有5-6公里，大不了走回去。坐在沙滩上休息了1个小时，等待着日落的到来。这里也看到了好几个中国人，有3个人就是一起打车过来的。感觉这个角度拍日落还是角度不太好，不过还是等到了日落。可能看到过太多漂亮的日落，觉得这里的日落比较一般，包括冲绳岛都很少有特别漂亮的日落。海滩上，一个妈妈给2个孩子拍照。回到酒店了。回来的时候跟几个中国的过来的游客拼了个打车，也不贵，20块钱。我们这个打车也是等了好长时间，感觉冲绳打车还挺便宜的，用滴滴。这个气候还是感觉像来到了东南亚。到酒店了，住的酒店，哎呀，位置还不错。准备在酒店吃饭了，又是超市买的，都没有心思在外面吃饭，回来吃舒服。这还蛮香的做的，其实我感觉比在外面吃那个简单的套餐还好吃一点。